吃夜宵被隔壁桌男人搭讪，这么晚出来肯定是做夜场的吧？走，带哥几个去你上班的地方玩一玩。他们看人真准，我确实是做夜场的。我在鬼市摆摊，只同鬼做交易，而鬼市洋人进，阴人出。装什么呢？你穿那么少，不就是给男人看的吗？就是哥几个看你是给你面子。烧烤摊位前，几个染着黄毛紫毛的男人正围着一个小姑娘动手动脚。小姑娘年纪不大，20出头的模样，画着艳丽的烟熏妆，一条黑色皮裙穿得极短，露出2条纤细白皙的长腿。其他人见状，一半假装没看见，低头继续吃夜宵，还有一半人被他们吓到，纷纷绕着烧烤摊走。我皱了皱眉，拎着刚买的炒饭走上前，一把推开其中领头的黄毛，让开，别挡着我买烧烤。你他妈！看清我的模样后，黄毛眼睛一亮，非常猥琐地吹了声口哨。哟，小美女，学人见义勇为呢？我确实是见义勇为来着，只是见义勇为的对象是他们，因为他们围着调戏的那女孩根本就不是人。见我插手，女孩不满地横我一眼，大半夜出来找东西吃不容易，也罢，是我打搅了她的好事。我拿出炒饭装进碗中，把米饭压实，然后倒扣进另一个碗上，这样米饭就形成一个碗状。最后将2根筷子笔直地插进米饭中。我把炒饭推向女孩，别生气，请你吃夜宵，这叫倒头饭，是专门祭祀死人用的。女孩诧异地看我一眼，这才将饭碗端到身前，低下头轻轻嗅着。噗嗤，那几个混混特意选了我们隔壁桌坐下。见女孩不吃饭，只是低头闻。黄毛咧嘴一笑，露出口整齐的白牙。他一屁股坐在女孩边上，把饭碗拉向自己。好心当做驴肝肺，你请人家吃夜宵，人家嫌你的饭馊啊。美女，这饭你不吃给我吃吧，别浪费了。倒头饭可不是给活人吃的。饭刚入口，黄毛便吐了出来。呸呸呸，这炒饭咋没放盐？女孩只是抬头冷冷地盯着他。你吃了我的饭？黄毛笑嘻嘻地朝他抛了媚眼。吃你的饭怎么了？又没吃你的人。怎么就许男人给你买包买花，你不能请男人吃完炒饭？难道你是捞女？我突然很想给自己2个嘴巴子。一开始光知道他贱，没想到他能那么贱。这样的人渣，我救他们干嘛？女孩脸色越来越难看，是真的难看。白皙的皮肤逐渐泛青，脸颊上慢慢显露出一大片暗红色的尸斑。啊！黄毛惨叫一声，朝后跌去。这女人脱妆了，这什么化妆品，质量真次。呸呸呸！我竟然吃了丑八怪的饭啊！我会不会中毒？女孩情绪起伏太大，鬼气翻涌，已经稳不住人的容貌了。她恨恨地瞪黄毛一眼，声音嘶哑如破锣：“我会回来找你的。”黄毛赶苍蝇一样挥手将他赶走。等他走后，才嬉笑着凑近我。我刚刚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你是素颜的，只有你这样的素颜美女才配和我一桌吃饭。有些男人真的比鬼还要恶心。要不是刚才点烧烤花了200块，我很想立即拔腿走人。呀，灵珠，你是陆灵珠吧？烧烤摊又走过来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，他拿出手机左看右看，十分惊喜地走上前：“我是你的粉丝啊，没想到你也住这边附近。我叫陆灵珠，是一个道士，也是一个网红，闲来无事会在网上直播，给网友算算命、看看风水什么的。年轻人大多相信科学，对这些东西不太感冒，所以看我直播的多数都是中老年人。”黄毛听到他的话，十分惊奇。等听明白我是道士以后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之前听说过飞盘名媛、佛门名媛，今天看到个道士名媛，有钱人玩的可真够花的。中年人眉头一皱：“你什么意思？灵珠大师可是有真本事的。”黄毛摸着下巴打量我：“什么本事？勾引男人的本事吗？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”我叉着腰站起身，对他一顿疯狂输出。警察叔叔说了，不管什么原因打架，先动手那个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。今天宋菲菲不在，没人替我赔钱，所以我只能逼着对方先动手。黄毛被我骂傻了，中年大叔也听得一愣一愣的。道士骂人都这么脏的吗？我操，你个给脸不要脸的贱人！黄毛跳起身，巴掌已经伸在空中。我把脸凑过去，暗自窃喜。好好好，你要是先动手，我可要开始正当防卫了。刀哥，别冲动，那儿有警察。一个染着绿头发的年轻男孩抓住黄毛的手，拼命朝他使眼色。远处果然有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缓步走来。我和黄毛对视一眼，都发出了遗憾的叹息声。就这么让他走了，我实在是不甘心。黄毛也是同样的想法。等我拿好打包的夜宵时，黄毛几人远远地跟了上来。我带着他们在偏僻的巷子里七歪八拐，很快就来到了城郊。宋菲菲搬了把露营椅，正坐在马路边烧纸。看到我来，有些不高兴：“你咋那么慢？再来晚些，今天的生意都来不及做了。”好啊！黄毛带着人从树后跳出，双手叉腰，得意洋洋看着我。刚才还在老子面前装，果然是做夜场生意的。怎么看不上哥几个的钱？没关系，割完不给钱就行了。
哈哈哈！宋菲菲有些茫然，但是这不影响她发飙。我一把捂住她的嘴，朝黄毛微笑，行吧，那你等会跟我们走，可千万跟紧了。这帮花花绿绿的小混混在看到宋菲菲后，纷纷吹起口哨，一个个勾肩搭背，嬉皮笑脸，还是刀哥眼光好。这种货色是不是得好几千一个晚上？我用力握住宋菲菲的手，示意她赶紧烧纸。宋菲菲转了转眼珠，放低声音：“你这是打算带他们进鬼市？”最近闲来无事，我便带着宋菲菲在鬼市摆摊。鬼市是给人和鬼做交易之用，通常都设在阴阳交接处，需要打开阴路才能进去。而且普通人是不能随意进出鬼市的，毕竟是极阴之地，在鬼市待上一晚，阳气全消，阴气缠身，身体差些的直接能大病一场，倒霉3年。就算是阳气重的年轻人，也免不了虚弱上一段时间。而且在这段时间里，极容易被孤魂野鬼给缠上。这帮小混混一看就是社会败类，带他们逛一圈鬼市，也算是替天行道了。宋菲菲挑眉，开始加快手中的动作。她摊开一大叠纸钱，一摞一摞朝火盆中丢。黄白色的纸张在火舌中化作黑灰，在空中盘旋成一小股灰色的旋风。我拿出香炉，恭敬地点燃3支引魂香。纸钱开路，魂香引路，阴门方开。黄毛诧异地揉了揉眼睛，奇怪，这不是个3岔路口吗？怎么变成十字路口了？长相清秀的绿毛青年吞了吞口水，看起来有些害怕。刀哥，这地方有些古怪。这两女人刚才一个烧纸一个点香的，太邪门了，咱们还是别去了吧。都来到这了，还能让他们跑了？我朝黄毛啐了一口，你不会是怕了吧？我和宋菲菲转身就朝阴路走去，黄毛几人撸着袖子跟在我们身后。刀哥，这路上怎么那么冷？你看我汗毛都竖起来了。刀哥，我真的感觉不对劲，我们回去吧。一路上那绿毛都在喋喋不休，试图阻止黄毛继续往前。最后黄毛火了，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，你他妈给老子闭嘴！绿毛没闭嘴，反而扯着嗓子开始尖叫。刀哥，咱们队里怎么少了一个人？我快速扭过头，这才发现这帮混混的人数确实不对。刚才我还回头看过呢，彩虹小分队们一共有5个人，现在只剩下了4个。那个紫毛不见了，我心中一凛。阴路连通阴阳2界，中间免不了有孤魂野鬼出没。活人如果在阴路中走失，大概率是再也回不到阳间了。这帮人虽然是小混混，但他们是被我带进阴路的。如果死了，我就要承担一份因果。想到这，我顿住脚步，朝黄毛几人走去。什么时候不见的？最后一个看到他的人是谁？黄毛原本有些着急，看我走近，龇着牙笑得一脸猥琐。哟，这是怕客人跑了。放心，哥几个就足够喂饱你们的。阴路上可没有警察，也没有摄像头。我毫不犹豫伸出蒲扇般的巴掌，老娘现在就来喂饱你们。宋菲菲见我率先动手，急得撒腿狂奔，放着我来。专家说运动时会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，可以减缓压力，让人心情愉悦。专家说的对。我蹲下身，开心地拍着黄毛的脸，饱了没有？没饱，咱们再来几次。黄毛刚刚被我一拳打中鼻子，此刻正躺在地上涕泪横流。女侠，女侠饶命啊！几人被狠揍一顿后，老实不少。绿毛抬起头，鼻青脸肿，缩着肩膀。10分钟前，山鸡一直说觉得这个地方很诡异，让他紧张到想尿尿。他应该是害怕，所以尿遁了。黄毛愤愤地瞪着他，那你鬼喊鬼叫，吓老子干嘛？绿毛可怜兮兮地低下头，刀哥，我实在是害怕，就想吓一吓你，好让你原路返回，胆子不大，心眼不小。不过现在谁都回不去了。我和宋菲菲压着几人，快步朝鬼市入口走去。荒凉苍寂的路上，突兀地出现一片坟地。最中间的墓穴是由碎石块堆砌，当中灰色的墓碑上刻着鬼市2字，周边散落着大小不一的黄土坟包，坟包前竖着各式各样的墓碑，每一个坟土包上都坐着人。重物专卖，上好尸油，鬼眼泪碑文上的字看得人眼花缭乱。我带着黄毛几人径直穿到鬼市中心，那石头墓旁边紧挨着一处小坟包，坟包面前的墓碑是粉色的，上头用草书龙飞凤舞刻着4个大字，待鬼长愿。这就是我和宋菲菲在鬼市摆的摊位，替鬼魂完成各种执念和夙愿。黄毛几人眼睛都看直了，绿毛躲在他身后，探出半个脑袋，哆哆嗦嗦问道：“女侠，你们这是在玩 cosplay 灵珠36只鬼市 BDO 22吗？这场景还怪吓人的，鬼市比阴路安全得多，最起码不存在走丢的风险。”我懒得和他们废话，直接摆手赶人：“行了行了，别耽误我做生意，你们自己去逛吧，2个小时后到这来找我们，我会带你们回城里。”黄毛有点害怕，还想再说些什么，被绿毛扯着袖子拉走。这家伙倒是挺有眼力见。我和宋菲菲再支起2把露营椅，开始摆摊。没多久，墓碑前走过来一个年轻的女鬼，瓜子脸，大眼睛，看得出来生前是个挺漂亮的小姑娘。她直勾勾盯着墓碑，半晌才哑着嗓子开口：“你们可以帮我杀几个人吗？”
我有些哑然，小妹妹，杀人是犯法的。女鬼很无语，你们都来鬼市摆摊了，还怕违法呢？我拍拍胸脯，正气凛然，遵纪守法是每个公民应尽的基本义务。女鬼本名叫张小小，死了2年，死的时候是金融职业学院的一名大学生。她家里条件不太好，爸爸很小就过世了，只有一个老母亲带大她和哥哥。连上大学的钱都是问亲戚朋友借的。看着宿舍的同学们都吃香喝辣，打扮洋气，张小小十分羡慕。为了不让同学知道自己的贫困，张小小开始接触高额借贷。她欠的钱越来越多，放贷的黑社会逼她出卖自己身体换钱。她实在没法接受，最终在恐惧和绝望之下选择了自杀。我好想报仇，可是我去不了阳间。黑社会的人都该死，你们帮我报仇，我什么代价都能付得起。这就有些吹牛了。她是自杀的，自杀者不堕轮回，不能转世投胎，他们鬼魂孱弱，也没法去阳间复仇，只能日日夜夜飘荡在幽冥之中，不见天日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是道士，不是杀手。张小小的故事虽然让人唏嘘，但我不可能为了她去杀人。见我不肯答应，张小小拉着我和宋菲菲撒泼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复仇，你们一定要帮我。这女鬼死得凄惨，又没什么鬼力，我几拳下去，怕是要打得她魂飞魄散。最后，张小小在我们摊位上又是哭闹又是打滚。这一晚上不但没做成生意，连衣服都被扯坏了。等黄毛他们几人按照约定回来时，我黑着脸带他们快速离开了鬼市。黄毛、绿毛几人还频频转头去看那女鬼。绿毛一脸好奇，女侠，那个小姑娘是你朋友吗？我没好气朝她翻个白眼，是你姑奶奶。绿毛也不说话，只是低着头，怀中似乎揣了什么东西。黄毛几人手上也都拿着个鼓囊囊的口袋。我有些诧异，鬼市交易需要以物易物，如果拿不出摊主满意的物品，也可以用钱交易，而鬼市只认黄金。黄毛几人看样子在鬼市买了东西，只是不知道他们是有东西还是有黄金。时间紧张，我带着黄毛几人匆匆赶路。宋菲菲拉着我的手臂，眉毛紧紧皱在一起，我总觉得那个女鬼有点反常。我点点头，心中升起一丝怪异的感觉。那女鬼有几分面熟，只是我死活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她。今天晚上的一切都带着几分诡异。走出阴路，黄毛几人生怕我问他们什么，一溜烟跑得飞快。我和宋菲菲扛着大包小包来到车前，宋菲菲将东西甩进后备箱，一脸的不悦，都怪那女鬼，今天又没开张。哎，我们来鬼市摆摊整整1个月，一单生意都没接到，赚钱可真是难啊！我躺在座椅上，刚想闭上眼睛休息一会，卧槽！嘎吱！我猛然睁开眼，被眼前的一幕吓得魂飞魄散。车前突然出现一个人影，宋菲菲为了不撞到他，朝左侧猛打方向盘。此时车子刚好在一个拐弯处，一辆大货车没有减速，正朝我们迎面冲来。无奈之下，宋菲菲只能再次换方向，车子朝左侧飞速冲去。而这是一条盘山公路，安全气囊弹出，我和宋菲菲两人被挤压在位置上，动弹不得。汽车在山上不停翻滚，一片天旋地转中，我不得不感慨宋菲菲汽车的牛逼，不愧是大几百万的豪车。从山崖上滚落，玻璃窗竟然一面都没碎。砰！汽车落地，没有我想象中巨大冲击力，反而溅起一片水花。我心中一惊，这盘山公路有一半是处在湖边，可是按照行驶路程，我们应该早就开过那片湖了。哗啦啦，汽车正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朝湖底沉去。啪！宋菲菲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，划破安全气囊。我们两人顶着头晕，在车里四处摸索。哦，我好像有点脑震荡。哦，别踢了，笨蛋，那是防弹玻璃。宋菲菲白着脸干呕，还不忘朝我翻白眼。在水压的作用下，门根本打不开，破开车窗是我们唯一的出路。车里没有放破窗锤，也没有其他工具。我咬咬牙，气沉丹田，调整内息，往双腿走。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中华武术。我的腿还没踢出去，就被浇了个透心凉。头顶有水疯狂灌下，车子下沉的速度愈发快了。宋菲菲半个身子泡在水中，得意地朝我挑眉：“你是不是傻？我这车可以变成敞篷车。”车顶打开，我们憋着气努力朝上游去。车子前灯非常亮，将眼前水域照得十分清晰，所以我远远的就看到数道黑影正朝我们俩快速游来。宋菲菲惊得吐出一连串泡泡，脸色难看得像个水鬼。我们俩一夜没睡，从山顶滚落后都受了些伤。我的肩膀在游动时隐隐作痛，使不上来力。宋菲菲更严重，看样子到现在头还昏着。好消息，来的是一群水蛇，基本上没毒。坏消息，水蛇好像在躲避什么东西。我朝宋菲菲使个眼色，示意她游得再快一点。宋菲菲没有加快动作，反而满脸痛苦地蜷缩起身体。不好，她腿抽筋了。我心中叫苦不迭，只能折返身体去帮她。我正努力按着她小腿肌肉，宋菲菲伸出手拼命指着我后方，满脸惊恐。我迅速扭过头，瞳孔猛然一缩。
这鱼好大，这是一条青灰色的鱼，鱼身狭长，鱼嘴中长着2排如匕首般锋利的牙齿。光看鱼头，还以为是条鳄鱼。这是扇雀鳄。卧槽，难怪这湖每天都有很多人来钓鱼，却都是空竿而返。本地论坛上还在说这湖里的鱼都成了精，轻易不上钩。有这条巨型扇雀鳄在，湖里的鱼估计都成了它肚子里的食物。扇雀鳄生性凶猛，以肉为食，不仅仅是鱼，只要水里的活物，它们都吃。我一脚踢开宋菲菲，狼狈地朝后退去，还呛了一大口水。扇雀鳄从我们俩中间迅速穿过，近距离看，这鱼更大了，全身约莫有4、5米长，鱼头像水缸那么大，让我有种面对鲨鱼的无助感。宋菲菲拼命游到我身边，朝我手里塞进一把匕首。我有些绝望，这鱼的鳞片会随着它的年龄增长越来越坚硬。看这体型，它也不知道在这片水域活了多少年。区区一把匕首，估计只能在它身上留下一道划痕。算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根本没时间思考，因为这扇雀鳄一击不中，已经调转方向，再次朝我们冲来。在水中吟不了咒语，也用不出符纸。生死关头，我直接迎着扇雀鳄游去。它张着嘴，尖利的牙齿在水中折射出令人胆寒的光芒。我拧腰朝边上一躲，迅速抓住它大张的鱼鳃，然后握着匕首狠狠刺向它的眼睛。刺中了，鲜红的血在湖水中蔓延。我死死握着匕首，用力在鱼眼中搅动。扇雀鳄吃痛下开始疯狂挣扎，我感觉自己似乎坐在云霄飞车上，天旋地转，头晕眼花，手臂逐渐使不上力，胸腔也憋得似乎要爆炸。我的意识逐渐模糊，似乎能感觉到有点灰雾从自己身上流淌出。砰！不知道被扇雀鳄带着在水中游了多久，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将我惊醒。灵珠，松手！原来不知不觉中，扇雀鳄早已浮出水面。宋菲菲正站在岸边，朝我这方向丢鱼雷。不是，她哪来的鱼雷？我松开手，早已疲惫不堪的扇雀鳄顾不得咬我，被鱼雷吓得仓皇逃窜。累死我了！我差点以为自己要交代在这湖里，我毫无形象的仰面躺在岸上，只觉得全身每一根骨头都是酸痛的。宋菲菲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心有余悸地过来扶我，幸亏保险公司的人来得及时。保险公司？我勉强抬起头，才发现身边宋菲菲身后站满了人。宋菲菲给自己的人身安全买过高额安全险，她的所有汽车上都装了定位和报警按钮，只要触动按钮，保险公司的人就会迅速出动救援。我刚才以为的鱼雷，其实不是鱼雷，是炸弹。哦，有钱人可真难杀呀！我闭上眼睛，困意像潮水般席卷而来。灵珠，别睡了！宋菲菲用力在我大腿上拧了一把，朝我叹气。我们好像遇上鬼打墙了。这个拐弯是车子第4次经过，保险公司的人留在湖边收拾残局，还派了一辆车送我们回家。司机是个退伍军人，身材高大魁梧，让人一看就十分安心。此刻他紧紧抿住唇，眉眼间有些欲色。宋小姐，这路我开了许多次了，像今天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碰到。我朝脸上拍了2巴掌，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。看了一眼时间，现在已经快是凌晨4点钟，再有1个多小时天就亮了。这种时候还能遇上鬼打墙？宋菲菲挠了挠头，我的法器都落在车里，身上的符纸在水中全都泡湿了。你身上有没有啥家伙？我伸出手胡乱在身上掏了一会，最后在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雕像。雕像是用一种土黄色的泥巴捏的，这是一个穿着古装老妇人，眉眼刻薄，面容瘦削。她手中紧紧握着一个扫把，嘴唇微张，似乎在咒骂什么人。宋菲菲好奇地接过雕像放在手中，这是啥？哈利波特他奶奶。随着她的晃动，一丝丝肉眼可见的灰色雾气从雕像身上涌出，然后像蛛网一样紧紧缠绕在宋菲菲身上。宋菲菲毫无察觉，还拿着雕像凑到眼前细看。她原本是极为大气明艳的长相，天庭饱满，神采飞扬，不管什么时候永远都是一副朝气蓬勃的模样。可现在脸上却蒙上了一层灰败之气，印堂更是逐渐发黑，乍一看像是抽大烟败光了家产的倒霉鬼。这雕像在吸宋菲菲的气运。卧槽，快把这脏东西扔掉！我骇然欲绝的模样吓到了宋菲菲，她想也不想打开车窗就朝外丢。只是那雕像仿佛长在她手里一样，不管她如何甩动手臂，雕像纹丝不动。砰！嘎吱！刺耳的刹车声再次响起，司机苦笑着转过头：“宋小姐，咱们车子好像爆胎了。”宋菲菲都快绝望了，操，想回家睡个觉就这么难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从她手中拔出那个雕像，极为恭敬地放在车位上。星君上神，刚才是我胡言乱语。等我们回到家，我一定给您备好3生6处，赔礼道歉。到时候我会在家中设置供坛，每日上香供奉。宋菲菲有些茫然，灵珠，你在对谁说话呢？不会是这个哈利波特奶奶吧？啪！我一巴掌拍在她嘴上，拼命朝她使眼色，住嘴，不得对上神无礼。
司机下车修轮胎去了。我和宋菲菲也不想待车里，两人蹲在大马路上聊天。宋菲菲小心翼翼瞥了汽车一眼，嗓门压得极低，那东可那位真的是传说中的扫把星。我目视前方，眼神哀愁，甚至有点想来根烟。是啊，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请神容易送神难。姜子牙当年封神时，把前妻马氏封成了扫把星，寓意只要遇到扫把星，就会霉运不断，诸事不顺，灾祸连连。这雕像是用恶土捏造的。何谓恶土？因厄运而死之人的坟头土即为恶土。生活中你一定听过很多倒霉鬼，喝水呛死，走路摔死，钓个鱼都能把自己电死，这种都是不太好的八字，遇上吉凶吉煞、流年太岁犯冲才会惨死。等他们下葬7日之后，取其坟头土收藏，即为恶土。用恶土捏造的扫把星神像，那威力诸神都有人供奉。千年来，只有扫把星几乎吃不到凡间香火，现在好不容易沾上我们，他是轻易不会离开的。有他在一天，我们就要倒霉一天。没猜错的话，这扫把星雕像是鬼师那个叫张小小的女鬼偷偷塞在我身上的，所以我们后来才会莫名其妙遭遇这一系列事情：撞车、坠崖、掉湖里，遇上善却恶，好不容易逃出升天，又碰上鬼打墙。幸亏我们俩命硬，八字好，但凡命格普通一点，早死800回了。不过就我们俩身上这晦气加霉气，是破不开这鬼打墙了。没办法，只能在这蹲到天亮。太阳一出，阴邪自会退散。宋菲菲有些惆怅，打过僵尸，灭过恶鬼，可是这神仙要咋搞？没错，扫把星是正式受封的神仙，拥有神位，凡人自然是斗不过神仙的。我长叹一口气，实在是想不明白，张小小到底为什么要把这东西塞给我们。接下来的2个小时，扫把星没再出什么幺蛾子，估计是我刚才说的一番话起了作用。等司机修好轮胎送我们到家时，我和宋菲菲累得根本睁不开眼睛。哎呀，卧槽！宋菲菲刚进门，腿一软跪倒在地，我则是仰起头，呆呆地看着天上飞过去的灰色鸽子。刚才好大一泡鸟屎就这么精准地落在我头顶，我用手擦了擦头发上的鸟屎，然后面无表情把它们抹在宋菲菲衣服上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我扶你起来。扫把星这是迫不及待要享受香火供奉了。3牲6畜代表了祭祀当中的最高礼仪，3牲指牛、羊、猪，6畜则是马、牛、羊、猪、狗、鸡。东西都是宋菲菲使唤人买的，但我不敢让他们进家门，那些可都是普通人，离扫把星近了，身弱一点的怕是当天就要出意外。等摆好祭坛和神位，已经快临近中午，我和宋菲菲跪坐在蒲团前，看着眉眼愈发清晰的雕像，欲哭无泪。吸了一会香火，雕像周边灰色的雾气更浓了。宋菲菲抽了抽鼻子，朝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，我好像闻到了一股霉味。她没闻错，家中供奉扫把星的确实会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霉味。走在街上，直觉灵敏一点的人都会觉得这人浑身不舒服，不愿意靠近。算了，发霉就发霉吧，当务之急是要好好补个觉。我和宋菲菲是被一股烟味熏醒的，屋内的窗帘被烧掉大半，宋菲菲最喜欢的地毯也烧出2个大洞。这家伙睡觉时一直有点香薰蜡烛的习惯，我们睡着后，蜡烛莫名其妙倒翻，就这样引发了火灾。幸亏我们醒得早，才没有烧死在屋里。我和宋菲菲灰头土脸坐在院子的石凳上，四目相对，愁肠百结，不想活了，死了算了。我叹口气，拍了拍饥肠辘辘的肚子，扫把星难得找到愿意供奉自己的人。你放心，咱们肯定轻易死不了，只是也活不好，何以解忧，唯有烧烤。再次来到熟悉的烧烤摊，我和宋菲菲又碰上了那帮彩虹小混混。黄毛看到我们，大惊失色。老大，是他们，就是这2个女人害死了我们兄弟。我握着一把羊肉串，感觉脑子有些不够用。他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？黄毛身后跟着个身材矮小的光头，面容狰狞，凶神恶煞。他朝黄毛摆手，眼神中泄出一丝银光，带走。我这才发现彩虹小分队少了好几个人，这光头身边只有黄毛和绿毛，其他的几个毛泥。黄毛脑子有点不太好使，上次被我们打得那么惨，今天竟然还敢来。相比之下，那个绿毛就机灵得多。他转了转眼珠，口号喊得很响，人却朝黄毛身后躲，就是他们俩。山鸡几个就是被他们给害死的。我和宋菲菲正憋着一肚子火，见几人主动送上门，自然不会客气。黄毛刚把手伸出来，我上前一步抓住他胳膊，准备拧断他的手。不知道哪个天杀的熊孩子在地上扔了一辆小汽车玩具，我踩在小汽车上，直接摔了个4脚朝天，头还重重磕在身后的木头凳子上，磕得我好半天没缓过神。宋菲菲大吃一惊，扫把星没带身上也能这么倒霉？我狼狈地从地上爬起身，没带在身上有啥用？我们早就被煤气腌入味了。黄毛阴沉沉地看着我们，手放在衣服口袋里，朝我指了指，别动，再乱动，小心老子的枪不长眼。
我和宋菲菲猛然仰起头，我说这家伙今天怎么敢来招惹我们，竟然带了枪。今天阴雨绵绵，冒雨来吃夜宵的人很少，所以这烧烤摊上人并不多，除了我们几人外，只在街边坐了一对小情侣。黄毛循着我的眼神，露出一个讥讽的笑，自己死到临头了，还有功夫担心别人呢？形势比人强。绿毛见我们不敢动弹，从包里掏出一条早就准备好的绳子，那绳子是村里常用的麻绳，离得近了，似乎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。只是我现在身上霉气缠绕，灵觉迟钝，连阴阳眼都失效了，一时间也看不出这绳子有什么古怪之处。绿毛用绳子把我和宋菲菲的手绑在一起，朝光头露出一个讨好的笑脸：“老大，都解决了。”宋菲菲叹了口气，憋半天，终于憋出一句让她十分羞耻的话：“你知道我爸是谁不？”声音比蚊子哼哼还要小。此时刚好一辆救护车鸣笛经过，那微弱的声音被掩盖得无影无踪。宋菲菲再也鼓不起勇气说第二次，只能悻悻地闭上嘴，不甘不愿被黄毛压着朝一辆面包车走去。黄毛有些得意，人一得意就免不住有些飘飘然。他见周边没有人，便大着胆子开始拿枪在我脑门上比划。臭婊子，真以为会两下拳脚就能和我们龙虎帮作对吧？龙虎帮，这么土的名字，好像在哪里听过。我晃了晃脑袋，实在是有些想不起来。这煤气不但让人变得迟钝，还让人脑子变蠢，实在是可怕的很。见我晃头，黄毛有些生气：“操，还敢躲？信不信老子现在就一枪崩了你？”我当然不信，所以我不但没理会他，还狠狠踩了他一脚。黄毛吃痛，气得脸都歪了。曹！他猛然一甩手，扣动扳机顶在我额头上，胸口传来一阵心悸。我用力扯住宋菲菲，带着她迅速弯腰，砰！耳边传来一声巨响，这枪果然走火了。子弹从我们头顶射出，打中一块路牌后竟然折返，正中黄毛眉心。他此时还保持着举枪的姿势，鲜血从他额头上汩汩流出。黄毛瞪了我一眼，不甘的仰面朝下倒去。光头和绿毛都被这一变故惊呆了。你杀了刀哥！绿毛跪倒在地，悲愤交加，恨不得用眼神杀死我。老大，我早就说过，这两女的会邪术。光头双眼猩红，眼神中闪烁着恨意和恐惧。果然是你们！好，我终于能报仇了。我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，不然为什么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？光头比黄毛警惕很多，他指挥绿毛开车，自己捡起地上的枪对准我们。在车上，他没说话，只是不停地用眼神打量我们，握着枪的手更是一刻都没松懈。我看着黝黑的枪口，怎么看怎么感觉不对劲。这枪不会第二次走火吧？这枪你们从哪里来的？闭嘴，不许说话！绿毛回头看了我们一眼，将油门踩得飞快。老大，你小心点。咱们这么多兄弟死在他们手上，这两个女人十分邪门。我到现在总算是明白了一点状况。从鬼市出来以后，这帮小混混一个接一个不明原因的死了，死到现在只剩下绿毛和他们的光头老大，而他们把所有原因都归结到我们身上。车子在市区横冲直撞，没多久就带我们来到了城东的郊区。这是一片烂尾楼，7、8栋高楼耸立在一片荒原中，影影重重，看起来有些凄凉。这个楼盘我听说过，当初卖的时候价格特别高，结果开发商老板卷钱逃出国了，来这买房的工薪阶层都背负了高额房贷，有人实在支撑不住，冲上顶楼一跃而下，潘多拉的魔盒就此打开。1个月之内，接连有9人惨死在这烂尾楼中。大家都说这楼里闹鬼，这地方也变得越发荒凉。我安静地跟在光头身后，环顾四周时，总感觉有无数道视线正阴恻恻地盯着我们。黄毛和光头带着我们来到最北那栋楼的一层，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接的电，屋顶挂着几个发黄的灯泡，投出一片昏暗的光线。水泥墙边放着一排沙发，沙发前还有张木头茶几。屋里有股淡淡的尿骚味，让人忍不住皱眉。不得不说，光头是会选地方的。这鬼地方几乎没人来，大家谈之色变，算是一片禁地。如果我和宋菲菲死在这，估计等尸体烂了都没人发现。哦，不对，宋菲菲这狗大户有保险，可能刚死就被人发现了。光头坐在沙发上，松了一口气。张斌，你去把他们俩衣服扒了，省得等会出幺蛾子。我和宋菲菲向来是法器符纸不离身的，但是屋里进了扫把星，扫把星的煤气会降低法器的灵力。我们特意把符纸、桃木剑等东西都收拾好，放在宋菲菲市中心的别墅里。现在身上除了一把小匕首，啥都没带。张斌还愣着干嘛？光头拿着枪，有些不满，动作快点，迟则生变。原来这绿毛叫张斌，他也姓张。有什么东西在脑海中快速闪过，我仔细打量着他苍白瘦削的脸庞，越看越觉得面熟。你是那个女鬼张小小哥哥？闭嘴！张斌脸色大变，一双细长眼睛瞪得滚圆。你有什么资格提我妹妹？所以这一切都是这对兄妹设计好的。
黄毛那帮人的死也是你造成的吧？你在鬼市让他们买了什么东西？我记得绿毛进鬼市前，脖子上戴着一条不算太粗的金项链，从鬼市出来后，那项链就不见了。黄毛那些东西应该都是用这条项链买的。张斌低声笑了，弯下腰，随手捡起放在一旁的棒球棍。挺不错的，陆灵珠，脑子还不算太笨。光头已经听傻了，半天才明白过来自己是被绿毛耍了。张斌，你他娘的敢骗老子！他愤怒地用枪指着张斌，眼神中似乎要喷出火来。老子对你不薄，你竟然敢背叛我！宋菲菲回过味来，也有些生气。你神经病啊！这个光头的帮派就是龙虎帮吧？当初放高利贷那个，你妹自杀是他们害的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没说话，只是偷偷打量着那把枪。我知道黄毛几人是怎么死的了。这枪是怨物，心怀怨念之人用来自杀的东西就是怨物。他们死后亡魂会附着在这东西上，直到找到替死鬼才能去地府报道。所以这枪里射出的子弹只会击中握枪之人。这也是张斌丝毫不理会光头的原因。他只是死死盯着宋菲菲，眼神阴狠如毒蛇。好得很。陆灵珠，你也忘记了是不是？忘记自己是怎么害死我妹的？光头见自己拿着枪，都没人把他当回事，勃然大怒。操！找死！砰！开枪之前，他一脚踩中啤酒瓶，朝前一摔。摔倒时，为了保持身体平衡，手在空中乱舞。子弹就这样从他太阳穴中横穿而过，鲜血混合着脑液在我眼前炸开。宋菲菲倒抽一口凉气，张斌却连头都没回。他目不转睛盯着我，似乎要在我脸上寻找什么。陆灵珠，你说话呀！你也不记得我妹吗？我定定地看着他，我记得。到现在，我已经完全想起来了。2年前，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女孩，面上有黑气缠绕，我便叫住她，说让她千万别问别人借钱，不然恐怕会有性命之忧。女孩对我的说法嗤之以鼻。我送了她一张护身符，她当着我的面撕碎符纸丢进垃圾桶。死骗子，离我远点！那女孩就是张小小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和因果。见她态度坚决，而我手头刚好有其他事情，也就没有过多纠缠。啊！听我说完，张斌用棒球棍疯狂敲打着水泥墙。就是你害死了他！你当时明明可以救下他的，见死不救，你就应该陪他一起死。宋菲菲都听傻了，你神经病啊！这都能怪到灵珠头上？网贷是你妹自己要借的，符纸是她亲手撕碎的，和我们有1毛钱关系吗？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你！张斌举着棒球棍朝宋菲菲扑去，我吓出一身冷汗。宋菲菲灵活地朝边上一躲，却忘记我们2手是绑在一起的。她这一跑，直接把我送到了张斌棍子前。我一脚踢飞张斌，自己也保持不住平衡，带着宋菲菲朝地上滚去。也不知道谁在地上放了几块碎砖，我和宋菲菲落地时刚好砸在砖头上，疼得2人半天缓不过来。张斌捂着胸口站起身，突然笑了。陆灵珠，你猜我给你准备了什么？他一边说话，一边从沙发旁拖出一只编织袋，袋子里竟然是一个半人高的铁笼，里头趴着一只体型硕大的黑猫，几乎有狼狗般大小，毛色漆黑发亮，眼珠一灰一黑。看到我和宋菲菲，这猫极为兴奋地站起身，在笼子中摇着尾巴转圈。这是九阳猫，古代邪术师为了杀人，特意培养了一种邪猫，以活人血肉喂养，喂满9人后，九阳猫便算是练成了。它们性情暴虐，力敌虎豹，最爱食人。只是这九阳猫的眼珠还没有完全变成黑色，看样子还差了一个人。还好，没炼制成功的九阳猫，我和宋菲菲还是有一搏之力的。哈哈！张斌似乎看透了我的想法，再次仰头大笑起来，看起来更颠了。陆灵珠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不会以为自己还有机会能跑吧？接下来发生了让我和宋菲菲目瞪口呆的一幕。张斌走到光头尸体前，用匕首挖出了他的心脏，然后把心脏上流淌出的血涂抹在自己脖子上。他一步一步走向笼子，宛若地狱中出来的恶鬼，满眼都是疯狂和狠戾。小小，别怕，所有害过你的人都得死。哥哥马上就来陪你了，你再也不会孤单。他打开笼子，九阳猫出笼的一瞬间就扑上去咬碎了他的喉咙。快点，抓紧啊！我和宋菲菲正拼命用匕首割着绳子，急出一脑门子汗。张斌可真是个疯子，竟然用自己来炼制九阳猫。等被这猫吃完，煤气缠身的我和宋菲菲根本就不是对手，更别说我们俩什么法器都没带。这猫似乎是久了，大口吞咽着，速度极快，我好像都能看到张斌白森森的肋骨。这个疯子！宋菲菲的匕首是高价特制的，真正的削铁如泥。可是我们俩割了半天，却割不断这绳索。我真是被晦气糊住了脑子。这绳索估计也是怨物，普通的匕首肯定是割不开这东西的。我用力握住匕首，在手掌心划出一大条血痕。
绳子终于，我和宋菲菲揉着手腕站起身，对上一双幽深如墨的眼睛。咕咚，宋菲菲扯着我衣袖，用力吞了下口水。这九阳猫体型似乎更大了，目光沉沉地站在那，一双眼睛如豹子般紧紧盯着我们。它是不是在看着我们？九阳猫眯着眼，视线逐渐从我转到宋菲菲身上。我挡在宋菲菲身前，有些同情她。她评估好了，觉得你比较弱，等一下会先扑杀你。宋菲菲倒抽一口冷气。就在这刹那，九阳猫动了，一道极快的黑影从我身侧掠过，快到我几乎来不及反应。我手中的匕首从它尾巴处划过，响起一阵金属碰撞声。砰！宋菲菲被它一爪子拍中，在空中飞出数米远，砸在水泥墙上后闷声摔倒在地。咳！宋菲菲痛苦地捂住胸口，喷出一大口鲜血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。我弯下腰，死死盯着九阳猫，大脑疯狂转动。九阳猫虽然阴邪，却属阳物，活人属阳，九为阳，而且古代的邪术师会定期给他们喂养混了朱砂的糯米。养成后的九阳猫不惧鬼祟，不怕符纸和桃木剑，极难对付。事到如今，只能以阴克阳。菲菲，你去检查张斌带来的东西，咱们用那些怨物来对付这猫。我捡起地上刚才被我割成2段的绳索，还好阴气还在，把绳索缠在手中。我半蹲下身，朝着九阳猫缓慢靠近。它抽动鼻子，似乎发了这条绳子的诡异之处。见宋菲菲踉跄着朝沙发走去，九阳猫仰头尖笑一声，猛然朝我扑来。我咬了咬牙，直接面对面朝它冲去。砰！身体像撞上一辆小汽车，我这么不怕疼的人也痛得紧皱起眉。九阳猫想饶过我找宋菲菲，我只能苦着脸再次迎上去。宋菲菲在屋里找了一圈，看我不停被九阳猫撞飞的身体，都快急哭了。草，什么都没有啊！张斌这家伙还真是鸡贼。我在地上滚了几圈，感觉全身骨头都快断了，屁股下似乎压到了什么东西，卡得我生疼。我伸出手摸到一把黑黝黝的枪，我一手握枪，一手抓绳，脚下用力，率先朝九阳猫扑去。缠斗中，那绳子被我绕在了九阳猫的脖子上，它动作明显一致，速度也慢了几分。就趁现在，我死死抱着它的脑袋，对准自己的头扣动了扳机。灵珠！在宋菲菲的惊呼声中，子弹穿膛而出，不过并没有射中我的脑袋，而是击中了九阳猫。虽然我身上霉气缠绕，但是扫把星君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么豪气的供奉者。今天出门前，我还在香炉里插了一把香，还摆了6盘水果和6盘糕点。一般人过年都没这待遇，我赌扫把星舍不得让我死。我赌对了。我和宋菲菲带着满身伤狼狈回到家时，发现院子外围满了人。一辆垃圾车经过我家时，莫名其妙撞进了院子中。最近市区严格搞垃圾分类，这车装的全都是厨房垃圾，那滋味当真是酸爽。我们俩白着脸对视一眼，有点后悔刚才没有被九阳猫挠死。收拾完残局，我躺在床上怀疑人生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到底怎么样才能尽快送走这扫把星？迷迷糊糊睡了一夜，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被吵醒了。有2个大妈在门口吵架，吵到后来开始厮打，最后还出动了警察，绝是没法再睡了。我们俩行尸走肉般来到公园，坐在湖边的长椅上发呆，想哭想死。以后的日子都要这么过吗？宋菲菲抬头望天，眼眶有些湿润，我也非常绝望。2个人都没有再说话，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就在这时，电话响起，是一个陌生号码，声音却很熟悉。蠢货，我怎么有你这么蠢的徒孙？师尊，是师尊。师尊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累。灵珠，你可笨死算了。马氏当初因姜子牙碌碌无为，每日痛骂于他，更是不惜逼姜子牙休妻。后来姜子牙位极人臣，马氏后悔自缢而死。姜子牙封神斩将后，把马氏封做了扫帚星，马氏因此成为天下人笑柄。他恨极了姜子牙，曾经放过狠话，说和姜子牙此生不复相见。听明白了吗？我猛然一拍大腿，宋菲菲嗷一声从椅子上窜起来。明白了，谢谢师尊。还没等我说完，师尊已经匆忙挂断电话。好久没看到他了，也不知道师尊在忙些什么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请走扫把星。我和宋菲菲头也不疼了，腰也不酸了，一口气跑半个城不费劲。姜子牙神像刚搬到家门口，屋里就传来一道愤怒的骂声：小贼杆儿！哪怕是白日，也能看到一道闪耀的流星从屋顶一闪而逝。空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清新，霉味散了不少，院子里种着的满墙月季终于散发出了悠悠的花香。我和宋菲菲抱头痛哭，天知道这几天我们是怎么过来的。只是没高兴多久，电话再次响起，乔墨雨的声音异常严肃：灵珠，我快死了，速来救我。